大家好，我是钱雷达。如果你最近感觉这个科技股的神经绷得有点紧，那你的感觉绝对没错。为什么呢？因为本周整个 AI 浪潮的核心，没错，就是英伟达。它的财报马上就要揭晓了，这可以说是对人工智能行业的一次关键压力测试。你看，华尔街给它起了个外号，叫 AI 产业的景气温度计。这可不是一份普普通通的财报。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整个市场都在为同一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次财报的风险有多高呢？这么说吧，期权市场已经提前算进去了，说财报出来之后，股价可能会有高达 8% 的剧烈波动。这背后对应的市值波动是多少？一个惊人的数字，3200亿美元。这比英伟达历史上任何一次财报的波动预期都要高。这个数字跟你我手里的科技股，跟咱们的整个投资组合，那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咱们必须得回答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人工智能估值泡沫是不是马上就要破了？答案很可能就藏在这份财报里。所以今天呢，咱们不只是来看几个数字那么简单，咱们要挖得深一点，看看这份被寄予厚望的财报背后到底藏着哪些你必须要知道的风险和瑕疵。好了，咱们这就开始。今天我会带你一步一步把这份财报给拆解开。咱们先聊聊为什么说它是一场压力测试，然后呢，咱们深入分析一下那个预期已经被定价的难题。接着我会给你一个特别清晰的3点观察计划，并且推演3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咱们再一起探讨一下这一切对 AI 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咱们得直面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我们所有人对英伟达的期望实在是太高了。现在市场上普遍预测英伟达第3季度的营收能到549亿美元，每股收益 1.25 美元。你看，这个增速依然非常强劲。但你注意了，这里的关键词是预期。强劲这个概念早就被市场提前消化、提前定价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算英伟达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可能也满足不了市场的胃口。这就引出了咱们面临的第一个核心风险——估值风险。说白了，就是预期已经被定价的这个难题。你想想，当优秀都已经不够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来看这张表就一目了然了。要想让市场满意，英伟达的营收至少得达到550亿美元。但真正的风险其实藏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你觉得 AI 这股热潮现在是在加速还是在降温呢？我给你说个事儿，就是所谓的房间里的大象。最近2位重量级的亿万富翁彼得·提尔和日本的软银都做了一个相同的选择，就是清仓了他们手里的英伟达股份。这可不是小道消息，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 AI 这个故事讲的最火热的时候，这些嗅觉最灵敏的资本会选择离场呢？答案很可能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管它叫生产率悖论。你看，像美伟亚马逊、谷歌这些超大规模的公司，今年计划在数据中心上要投入高达4000亿元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但问题是，这么庞大的资本开支，真的能在短期内带来同等水准的生产效率提升和商业回报吗？如果回报不能及时兑现，那这笔投资就会变成一次性的把估值推高的燃料，而不是一个能持续转动的经济引擎。这就是目前最大的投资风险，它不在财报的数字里，而在预期和现实的差距里。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财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别急，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特别清晰的3点观察计划。有了它，你就能在财报一公布的时候迅速抓住重点，过滤掉所有噪音。记住，不要只盯着头条上那个总营收和每股收益，咱们要深入去看这3个核心指标。第一，数据中心的营收增速；第二，对未来的营收指引，特别是第4季度的；第3，毛利率。这3项才是真正决定股价往哪儿走的关键。具体来说数据中心业务是现在唯一能驱动增长的引擎。一旦它的增速出现任何疲软的迹象，市场马上就会解读为客户需求放缓了。
然后是第4季度的指引，现在市场大概预估在614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才是决定股价是继续往上冲还是掉头向下的关键。最后是毛利率，市场预计会保持在 73.5% 左右，这可是检验英伟达定价权的试金石。如果毛利率还能继续突破，那就说明它的 Blackwell 这些新一代芯片依然是供不应求。好了，计划有了，那咱们就得来谈谈怎么规避风险了。根据这3个关键指标，咱们可以推演运出3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咱们各自的应对策略。第一种情况也是最乐观的，业绩大超预期，而且给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未来指引。这需要第3季度营收超过550亿美元，并且第4季度的指引要远超620亿。如果真是这样，股价很可能会一进步走高，甚至去冲击 139.25 美元那个技术高点。但是这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应该考虑的是谨慎的获利了结，而不是因为害怕错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FOMO心态而去追高。第二种情况，不好不坏，中性，业绩符合预期，但未来的指引有点平淡。意思就是说，营收和每股收益都达标了，但是对未来的展望嘛，就中规中矩。比如第4季度指引低于615亿美元，这样的话，股价很可能会陷入震荡整理。对于那些善于利用波动的期权交易者来说，这也许是个机会，可以通过一些策略来赚取波动率下跌的收益。第3种情况，也是咱们最需要警惕的风险，指引不及预期。一旦管理层，特别是黄仁兄，在电话会议里释放出任何关于采购节奏放缓或者需求谨慎这样的信号，市场会立刻触发增长见顶的恐慌性抛售，股价最低可能会跌到113美元的关键支撑位。这个时候，应对方案只有一个：严格执行你的止损计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最后啊，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个关键点。别只盯着财报上的数字，更要去听管理层的措辞和语调。CEO 黄仁勋在电话会议里表现出来的是极度的自信呢，还是带了那么一丝丝的谨慎？这才是我们捕捉市场情绪的关键。那么，把所有这些信息都汇总起来看，这一切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是在见证一个新时代引擎的诞生，还只是一场资本的狂热派对？记住，成功的投资从来不是赌博，而是有计划、有纪律的执行。如果你是长期持有者，这次财报就是一个让你重新评估 AI 长期增长逻辑的好机会。但如果你是短期交易者，就别想着去预测那3200亿美元的波动方向了。你的核心任务是管理好波动，保护好你的本金。最终啊，英伟达的这份财报可以说是 AI 周期的试金石，但它绝不是终点。它将回答市场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到底是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引擎，还只是一场过度乐观的资本狂欢？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次分析对你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一定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样，等财报和电话会议一出来，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深度解读。好了，现在你已经有了清晰的计划去制定你的交易策略吧。咱们下个分析点。